大家肯定都会有这个疑问，为什么回响术式这么强？思壮今天将通过回响打击的最新伤害计算公式，清楚地向大家展示使回响强到逆天的根本原因。懒人包新一版到目前为止全网最优美近似之势，伤害等于技能伤害加上武器伤害加上附加伤害。我们看到技能伤害这里思壮做了优化，有非常强的物理意义。在高等级的时候，技能伤害等于 1.95 加上 LM 的 ED 加上1/4的 ES-ED， 在 ES 等于30级 LM 等于30级力量等于160的时候，用简单的话讲，最终伤害等于4倍的技能伤害加上12倍的武器伤害再加上 4.75 倍的附加伤害。强调一下，这还只是一个 echo 的伤害哦，回响中可是有5个 echo， 算上5个 echo， 最终伤害等于20倍技能伤害加上60倍武器伤害再加上 23.75 倍附加伤害。一个职业附身15个角色，不逆天本身不就变成逆天的了吗？这就是为什么回响术是逆天的根本原因了。下面思壮给大家分享这个公式得来的全部过程和乐趣。前3期视频，思壮跟大家一起得出回响打击伤害的基本公式，根据实验数据已经推导出其结构可以写成如下公式。附加伤害部分的公式已经非常准确。武器伤害之前我们回归出来的 B 的系数呢是 7.5 和 7.4， 这个是在特定条件下的啊。技能伤害部分 A 呢则是由代码中散列表决定的一个散列系数。这公式已经能够很准确的得出回响打击的伤害，但形式不够美观。我是指数学形式和物理意义上的不美观。说到美，思壮近期成了黎来龙组合的粉丝，他们在冰上是真的美啊！我这2天一直在刷他们的视频。回正题，思壮是完美主义者，因此总想着要把这个公式推进到再美一些，像黎来龙那样美，其物理意义也更明确一些。那武器伤害从物理意义上来讲，应该与 ES 和 LM 相关。思壮感觉不美观的原因是这个系数当中 LM 和 ES 的作用完全没有揭示出来，所以思壮对于回响打击公式做进一步演化，目标是将各个因素的物理意义都推导出来。那为了做这个进一步的推导，思壮重新测试得到一组数据，使数据的总规模达到335。为了找到 B 系数的物理含义，首先检查 B 是否与 LM 相关。通过使用假设检验计算出来相关系数，结论明确指出 B 与 LM 无关这一假设被拒绝。这话有点绕，转过来说就是 B 与 ML 相关， B 不是常数。那接下来思壮再检验武器枪是否同时与 LM 和 ES 相关，得到的结论是 B 与1加上 LMED 再加上 ES-ED 强烈正相关。所以呢，我试着将武器伤害项写成这个。这一结构在全部数据上拟合非常良好。到此我们可以得到系数 B 的物理意义了。B 等于1加上 LMED 加上 ES-ED， 也就是物理伤害的放大系数是什么呢？是1加上浮空掌握 LM 的增伤再加上回响打击的增伤。我们看，当 LM 等于20级的时候， LMED 等于 101%， ES 等于20级，协同全加满的时候， ES-ED 等于 325%。 此时 B 等于1加上 1.01 加上 3.25 等于 5.26， 这个就是回响打击的武器伤害在20级的时候的放大倍数。这也完美解释了思壮之前给出的系数 B 等于 5.6。 当时测试是在 ES 加到25级时做的，因此1
加 ESED 加 LMED 等于 5.6， 所以当时得出的经验公式是 5.6 倍。那我们得到了武器项的物理含义公式之后，我们将各部分合并，回到整个公式。因为系数 B 变了，因此需要重新计算系数 A。我用 AI 工具按这个公式重新回归出 A 系数的散列表。这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注意到没有？在 ES 等于1级 LM 等于10级的时候，这个系数比后面的系数都大，也就是 A10略高于 A70。AI 也做了检验，认为两者没有显著差异，是统计波动。斯壮知道 P 等于 0.599 的时候，其实是有相当的差异的。对于这种瑕疵，一种解释是程序员在编写技能伤害的散列表时，没有考虑到极值点的问题，这个也解释得通。不过斯壮总觉得不完美。AI 提建议退回去，放弃 B 项的完美公式，退回到这样的一个公式，用一个纯经验的回归公式。那把这个公式带进去以后 ，A 的排序就恢复了正常。斯壮感觉不能接受这个模型，因为在 AI 建议的新式子中没有出现 ES。斯壮经过考虑，提出了新模型。那因为这两个系数都没有物理意义，那会不会是 B 等于 B0乘以1加 LM 这种表达呢？我让 AI 工具做了拟合，拟合的结果是这个。从方差来看，拟合的非常好，和之前的线性经验公式相比呢，几乎一样，非常接近。那么这个结果是不是足够漂亮了呢？是否到此为止了？我们看一看，带回来，物理意义上，武器伤害部分只跟 LMED 相关，跟 ESED 无关。这一点，虽然不完美，但是有可能说得通。在妥协之前，斯壮要确定一下拟合的误差。下面一段是斯壮和 AI 一起工作的一段实录。首先，我跟 AI 说，误差是多少？让它算4行预测值和实测值。AI 计算的结果是这个，相对误差看起来非常大。一个重要的现象是误差基本上全部是正偏差，这个说明呢，这个式子是有问题的。AI 建议可以考虑用一个新的模型来去逼近消除这个误差，但是斯壮无法容忍，这个表达太丑了，太丑了。引入了一个新的意义不明的系数 k， 那还不如直接用前一步的拟合公式呢，对吧？误差小，而且没有多余的系数。那斯壮对结果进行了简单计算后，提出了新的模型调整。我对 AI 说，那会不会是这个结构？你再试着检验一下这个模型。AI 用新模型，我提出的新模型做了回归计算，得到了新的结果。实际上，用这个新模型，它的回归模拟拟合度更高了，已经到了 0.999。AI 同时呢还挺聪明，帮我做了一下两者的相关性互斥分析，得到的结果是两者相关，两者系数相当。所以呢，在这个基础上，它同时再推出了新的系数表。这个系数表看起来就顺眼了，所以最终我们得到的结论是 B 等于 B0乘以1加上 LMED 加上 ESED。同时，这个模型很切合现在的数据。我们看拟合的结果哈，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好，这完全就是重合了，完全没有误差。不过即便这样呢，斯壮还是让 AI 帮算一下误差。AI 算出来的误差都很小，看 0.77 负的 0.01， 这个是完全吻合，这个是差了 0.26， 所以说这个模型非常好，跟数据非常贴。前面的系数是 0.9765， 就有些难解了。
AI 猜测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的，他想帮我凑到1，但是呢 0.03 的差距是相当大的，我认为不可能是由四舍五入引入，而且应该是系统性的，因此我无视了 AI 这一次有点无厘头的建议，所以我对 AI 说，或者这样，把多出来的推进 A 去， AI 按照我的这个新模型重新计算了一遍，误差在1到3，因此基本能够接受。在此基础上，后期斯壮又验证了武器 Y-ED 的作用，得出最佳公式：总伤害等于系数 A 乘以技能伤害加上武器伤害部分。武器伤害部分的系数非常明确，就是1加上 LMED 加上 ESED， 再加上附加伤害部分，附加伤害部分也是非常明确，非常准确。同时 A 的散列表也得出来了，是这样一个，不同的级别下会有不同的系数，全局的误差指标还不错。这是本阶段的终极公式，也是最优美的数学公式了。看到这里的同学应该帮忙点个赞吧。好，公式解释一下，回响打击伤害公式是这个，非常优美，非常优美。其中 A 是一个关于 ES 和 LM 级别的散列函数，由代码实现中的 ES 技能伤害的散列表确定。取值呢，这个 A 的取值是从 2.55 开始，随 ES 和 LM 级别上升而上升，在 ES 等于25 LM 等于25的时候 A 会增长到 4.2。 武器伤害放大倍数由这个系数决定，在 LM 等于30 ES 等于30级力量等于200的情况下，放大倍数为 13.86。 注意这个系数是可以动态计算的，而不是一个静态的经验值。附加伤害部分呢，放大倍数是1加 ESED， 当 ES 等于30级的时候，放大倍数是 4.75。 这整个公式的误差极小，基本上可以符合所有的情形。注意在这一版公式当中，武器系数已经没有了。上一个视频施壮曾经推出一个武器系数，但是在这个新模型里面已经把这个武器系数消化掉了，公式已经很美观了。但是还有一个局限性，公式的系数 A 是一个散列表，暴雪的开发人员直接写死在代码里的数据散列表，我们并不知道，斯壮肯定不知道。对于未知的技能级别，其系数是不可知的，因为我们的系数都是经验回归出来的嘛。比如如果有朋友要问我，斯壮在 ES 等于30 LM 等于30级的时候，系数 A 是多少？斯壮不知道，因为斯壮没有拿到 ES 等于30 LM 等于30的数据，我是算不出来的。所以要了解所有的系数，必须把所有的技能组合都测试出来，然后再推出所有点上的系数 A。 斯壮喜欢脑力劳动，体力劳动真的不在行，所以斯壮要提出系数 A 的连续函数版，这样就可以不用去测所有点的系数了，我用一个公式就能算出来。接下来斯壮着力于搞定一个连续函数 A 模型。我们观察系数 A 的取值，可以看到当前的数据范围内 A 与 ES 和 LM 有强相关性。那我们从这里出发，在级别低时 ES 小于等于10级 LM 小于等于10级的时候，我们回归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公式， A 系数等于 2.4557 加上 0.0496 ES 加上 0.0401 LM。 我为什么要念这个数字是有原因的这一表达是最小误差的 B 式函数，整体误差非常低，看这个数字非常棒，那说明这个函数，这个回归函数在已知点上能够很好的逼近真实散列表。我们观察式子当中，这个式子当中的两个系数 0.0495 0.0401， 时间观察能观察出来什么吗？大家有什么发现吗？有没有发现 0.0495 0.0401？ 好，那位同学眼力很强， 0.0495 约等于 5%， 0.0401 约等于 4%。 为什么这
5%和4%重要。这两个数是什么含义？恰好是 Lm 每升一级 ，LMED 增加4%。ES 每升一级 ，ESED 增加5%。所以，我们几乎已经找到了系数 A 的物理意义了。这个物理意义是什么呢？我们从这个式子可以改写成为这个式子 ：A 系数等于2.4557加上这个系数还要重新回归哈。我们 A 等于一个常数加上0.05乘以 ES 的级别。再加上0.04乘以 Lm 的级别，是不是很有意义？非常有意义啊！我们再重新回归系数，得到更精确的拟合，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常数。因为这两个系数变了嘛，这个常数也就变了。我们回归到这个公式以后，我们来对比一下误差，几乎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区别。也就是说，这个形式的公式与之前回归出来的公式一样，所以这个应该就是我们真正要找的那个公式，而且极富物理意义。别急，还有优化空间。我们考虑到一级的 Lm 是 0.25， 而一级的 ES 是30%，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个式子拆成这个样子，然后再合并这个样子，最后得到一个什么？得到一个这个式子。其中 ESED0 是在没有协同的时候 ES 的伤害增强。这个式子太优美了，可以说真的太优美了，快赶上黎莱龙组合的漂亮程度了。其物理意义是什么呢？回响打击的技能伤害也会被放大，其放大倍数是无协同下的2加上 ESED 加上 LMED， 非常优美啊。不过美中不足的是什么呢？在高技能等级下，这个完美公式被破坏掉了。好惨啊！被暴雪工程师们随心所欲的散列伤害表破坏到了。也许是为了平衡技能伤害，开发这一段代码的工程师在高技能等级下开始减少技能伤害的放大倍数。如果严格用这个最美的表达去计算技能等级大于等于15后，误差明显放大。那思壮还有一招哈，为了控制误差，思壮做了2段回归，得到的结果是这个。那第一个，在技能等级小于10的时候，还是我们刚才的那个回归公式，对吧？技能大于等于15的时候，是一个新的回归公式。那新的回归公式，我们故技重施，再观察观察 ，ES 的影响减少到了 0.028，LM 的影响变成了 0.043。美丽的公式变丑了，好丑啊！不要着急，思壮再变一个数学魔术，我们改写成这样。上面这个没有问题，对吧？我们刚才已经改写过了。下面呢，思壮改写成是这样的 ：1.95 加上 LMED 再加上1/4的 ESED0。就是表示没有协同的时候 ES 的增伤。这两者，这个公式跟刚才的那个公式几乎完全等价，拟合误差仍然在1%之内，非常小。这样一来，它们又美得不可方物了。那有朋友可能会说 1.95 看着不是还是没有最完美吗？是的，思壮试图想办法将这个 1.95变成2，但是如果一改变改变这一项呢，整个式子都会变，而且误差会放大到 1.74%， 所以思壮在这里妥协了，咱们就留一点不完美吧，这才是完整的人生。所以最终其物理意义也非常明确。低等级下，系数 A 等于2加上 LMED 加上 ESED0。高等级下 ，A 系数等于 1.95 加上 LMED 加上1/4的 ESED0。随着等级上升 ，ES 对于技能伤害 DSQ 的放大效果逐渐变小 ，LM 则维持不变。
新一版到目前全网跟 Rikumura 和 Richi Kuhara 组合一样美的姿势来了。最终伤害等于 A 乘以 DSQ 加上武器伤害加上附加伤害。技能伤害放大系数是这个，在 ES 等于30级 LM 等于30级，力量等于160的时候，用简单的话讲，最终伤害等于4倍技能伤害加上12倍武器伤害加上 4.75 倍附加伤害。到此我们就真正揭开了为什么回响术士逆天的惊天秘诀了。回响术士相当于是3个角色合体，一个法师打出4倍技能伤害，一个近战打出12倍伤害，再加上一个刺客类打出 4.75 倍伤害。强调一下，这还只是一个 Echo 的伤害哦。回响中可是有5个 Echo， 算上5个 Echo， 最终伤害等于20倍技能伤害加上60倍武器伤害再加上 23.75 倍附加伤害。一个职业附身15个角色，不逆天本身不就变成逆天的了吗？公式篇完结，回头有时间思壮考虑将这个公式做成一个小工具，放到暗黑工具网站上，供朋友们用于比较装备。下一个视频，思壮将根据这个公式做出分析对比，作为在选择装备两难时快速参考决策，比如是选择多加4点技能好，还是选多400伤害的武器好。订阅思壮，不错过下一期视频。我是思壮，再见。